快回自己的房间，拿上各自的武器，快快！里面有埋伏，撤！快走！八嘎！冲出去！少佐，快上车！前面人呢？在外面。走啊，机长！游戏结束。怎么就你们几个？快上车吧，快走！快走啊！快开车！快快！警长，快上车！哎，另一辆车去哪了？干嘛呢？
我说你个死胖子，你刚才那么危险，你怎么不过来帮忙啊？要不是我闪得快，我就被那小日本拿枪把我挂了。那人谁弄死的？我怎么没帮你啊？我弄死的还是你弄死的？你说不出来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现在老大已经抓着花田了，你觉得是不是？现在他已经一个嘴巴子求着问他武装侨民计划的事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个死胖子，别跑！死胖子，你别跑！你，花田，谁干的？看这弹孔。像是苏联产的莫辛纳甘1891、1930式狙击步枪造成的，但是它弹口又比我们平时用的7.62毫米的弹口小。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枪应该是我改装的，啊？但是，我改装的枪，应该都是老主顾啊。那你说，如果要是老主顾，你别吵。呀，糟了，老大呢？看明白了吗？左边太极，右边太极。你说这太极打太极，他得打到几点？行了，不懂就别瞎说。对方用的根本就不是太极，虽然呢也是以柔克刚、后发制人，但是主要是以摔拿手法。看他的打法，应该是日本大东流和气元素和气道。哦，日本的呀，他主子不都被人给灭了吗？我去。对，你去，我今天体力不够飞不上去，你去帮老大把他给灭了。你还是行了，跟你说，老大根本就没用尽全力，估计啊是想引对方多出招，看清楚他的路数。现在上去未必能帮得上忙。以你之拙见，这两个人这么打下去，谁赢？对方是高手，高手过招，胜负只是一瞬间的事。
据现场环境的调查报告，2名士官背部中枪，现场有符合弹道的血迹，符合推理。唯独花田少佐的尸体附近找不到任何打斗痕迹，目的一定是想扰乱我们的思绪，从而隐藏杀人的动机和凶手是谁。另外，在验尸报告还没有出来之前，我们假设花田的致命伤是左脑的枪伤，那凶手何必多此一举，在杀人之后又在他的胸前插上颈椎呢？肉眼看，这是狙击步枪远距离射击造成的弹孔。那么花田身上近距离打斗的伤痕又是如何得来的呢？也就是说，他是在近身肉搏中被子弹击中。那就证明，凶手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伙人。凶手竟然用如此凶残的手段杀害了花田，我护卫队87人，无一人生还。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奇耻大辱。是谁在暗中策划了这起事件？上海这个弹丸之地，居然还隐藏着这样一股不服统治的武装力量。我们一定要抓到他们，让他们尝尝花田君受过的痛苦，让他们比花田君更加痛苦10倍。神谷大佐，花田刚调任不久，下个月就要晋升大佐，并且与你结婚。没想到发生这样不幸的事情，我深表遗憾。领事大人深谙中国民情，一定知道，在中国的民间风俗里，有杀动物、把祭器插在动物心脏祭祀神灵的做法。他们是把花田当成了畜生。八嘎！神谷大佐，从现在起，这个案件就由你全权负责，一定要把这股反对帝国的力量查个水落石出，并且把他们消灭得一干二净。谁都阻挡不了我帝国征服中国的脚步。我们将遇神杀神，遇佛杀。全福，你是董家庄园的管家？是啊。你家老爷太太可受了惊吓？我家老爷太太当时被反锁在房间里，确实受到了惊吓。不过现在已经没事了。哦，没别的意思，我家老爷让我带来给各位太君的，各位太君办案辛苦了。我大日本帝国的军人，不是用银票能够买通的。在我这儿，除了说实话，你就只有灰飞烟灭这两条路。太君，有什么话您尽管问，我不会隐瞒撒谎的。案发前一天，是你接待了花田少佐？是的。当时少佐他来的比较晚，我们老爷太太又有早睡的习惯。花田少佐，欢迎光临。那有什么人经常出入客楼呢？最经常的就是负责打扫卫生的小顾。小顾，那么案发当天，你应该见过花田吧？见过。少佐，快上车！那个时候，你跟花田少佐在一块儿？是的，我和少佐爬起来之后就往回跑，可没想到我们刚跑到大门口，差点没把我这老骨头给搭进去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家表少爷过来了，他问起老爷和太太的事情，我这才想起来，我们老爷太太还在主楼没出来。我们表少爷非常着急，就去找他们。哦，对，就是他第一个发现老爷太太被锁在房间里的。那个时候，警署的欧阳警长就在附近，我们表少爷就委托欧阳警长护送我们撤退，我也跟着一块儿走了。跟着我就晕过去了。姓什么？姓顾，我是说那是照顾的顾。你怎么会在董家庄园的？啊，我怎么会在董家庄园？我叔啊，就我爸弟弟，他生病了，他就跟我说让我过来帮他干活。我想，不就扫地抹桌子的什么事儿吗？又管饭吃，又拿工资的，我就来了。你这体型，扫地抹桌子的恐怕不方便吧？太君，你别看我胖，我灵活着呢。我这你看我不下来。我真没多吃，我从小喝水都长肉。26号那天你在哪儿？26号，爆炸那天吧。我在花园里边呢，我忙完自个儿活，我就在那儿等着，要去参加少爷那什么队啊？派对。对，派对。好玩吗？那肯定好玩啊！那么多女的脱了衣服给我看。大佐，这句话需要记录吗？混蛋！见过花田少佐吗？花田少佐，他见过我吗？那你在打扫时，有没有见过其他的日本兵？有，就穿这样衣服的。对，跟我们一样颜色。还有什么其他可疑的人呢？胖子，我已经到指定位置了，你呢？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，我办大事的时候，你别跟我说话，别影响我，我在改装呢。去吧。现在兵士们都在泳池外看热闹，没见过士官，是否贴膏药？再等等。葫芦呀，你果然是姓闷的呀！啊，几个小时不说话，我都以为你掉茅房里边了。别闹了啊！别闹。哎，我就说我是天才嘛，改装已经改完了。不着急，慢慢想。到底有没有可疑的人？可疑的人是什么意思啊？爆炸发生的时候你在哪儿？我在花园里边啊，和新来的那个园丁叫阿木的，长得跟块木头似的。我们在那忙完了工作就等派对，完了以后砰就爆了，浓烟滚滚的呀。那我反应可快了，我拉着阿木就跑，所有人都跟着我们跑。但阿木他比我跑得快呀，后来他就带着我们跑。后来我们俩在街上晃老半天了，我就偷摸着去听，院里边好像没动静了，我就说我们回去呗。后来我们从后门就溜回去了。你回去之后，有到过客楼吗？在半道上就听说老爷跟太太受了惊，管家叫全福的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表少爷正张罗着什么呢，我义不容辞啊，直接就出了。行了，你出去吧。太君有何吩咐？太君。姓名？姓童，童阿木。太君。你在庄园什么地方种花？种花是我师傅的营生，我就负责修剪树木。太君。
爆炸当天，你在哪儿修剪？我就在客楼旁边的花圃，太君。哦，那天见过陌生的人出入客楼吗？没有，太君。那天少爷正在办派对，我看见好多日本太君都过去看热闹了，我也跟着去了，太君。你别老太君太君的叫，我知道你在跟我说话。是，太君。也，呸，我不叫。看见凑热闹的士兵都去哪儿了吗？士兵们听到一声爆炸响以后，他们都去客楼那边了。你见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带着武器吗？他们身上衣服什么都没穿好，哪能带武器啊？没。后来呢？后来我还纳闷呢，他们怎么就往客楼那边跑了？啊，可能就是去拿武器去了吧。完了，我就被小顾拉着往人多的地方跑，一直跑到后门外面接。总理事大人，这个人这么狂妄自大，您为什么要迁就他？这个纳兰东和他的亲戚，在新京长春势力非常庞大。现在他人在上海，可是背后却有一群皇亲国戚在看着他。万一我们处理不当，就会造成帝国统治东北的不安定因素。我明白了。还有，听说纳兰东这个人风流倜傥，很讨女人的欢心。你要格外当心，小心他玩的是请君入瓮。世界小提琴名曲《匈牙利狂欢节》，指法、功法、弹弦、柔弦都炉火纯青。我好像已经看到了狂欢节上热烈的场面了。原来不速之客是个知音人，还是个日本人。纳兰君久仰大名，在下深谷幽兰，特来拜会。啊，原来你就是深谷大佐。大佐，你是打算把你的审讯室搬到我这儿来吗？这可是我的地方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擅自做主的。美女例外，但是刚刚丧夫的日本美女也不能例外。
李亲王世子，此次案件复杂，事关重大，为了迁就你的大驾，我亲自登门拜访。如果你再不配合审理的话，别怪我没有警告。就是满洲国的皇帝来了，你也难辞其罪。这真是我听过最大的一个笑话。敢审问我纳兰东的人，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出生呢。纳兰君，这次案件复杂，我一个弱女子，怎理得清这万般头绪啊？纳兰君既是我帝国的朋友，指点两句，又有何妨呢？也不至于叫我回去无法交差，到时候我自然会重重谢你。那好吧，我想一想。你想知道什么呀？只是想知道你的派对上究竟有什么异常。兄弟啊，你这人什么都好，就是太较真了。我是找了个理由让你来玩的，不是真的让你来维持治安的。你看你穿的，你就非得穿那么人五人六的吗？啊，泳池派对，顾名思义就是要穿着泳衣来参加的派对。哎，我说啊，从军校开始你就知道我不喜欢凑热闹，我真的怀疑你是不是有自我陶醉的精神科疾病，自己玩的风不够，还非要拉观众过来欣赏。你就损我吧，没有我这种无耻下流的混蛋，怎么能凸显出你那种坐怀不乱呢？我看你从小跟我接触，就是想拿我的低下来衬托你的高贵罢了。还亏我把你当好兄弟，什么好事都想着你。可你呢？啊？你看你身边那位好兄弟，他都知道什么叫做秀色可餐，是吧，兄弟？哎，没事，你把衣服脱了吧，真的，脱了。执行公务呢，死性不改。哎，去哪儿，警长？玩得开心啊！看什么呢？这是我大娘胎出来第一次看女人穿这样。那天到场的都是我邀请的好朋友，我是真想不到有什么异常。欧阳彻是国民政府的人，南京国民政府本来就不承认满洲国成立，想借此事向我大日本帝国挑衅。他会不会是这件刺杀事件的卧底？欧阳彻啊，是我那天早上临时邀请他来参加我们的派对，为此啊，他还向上级撒了谎，说成是来维持我们这个派对的秩序。你说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，他怎么可能计划一场谋杀呢？还有你别忘了，他可是我从小到大的好朋友，我军校的同学。我检查过尸体，那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完成的。以国民政府警察署的人员配置来看，倒是合适得很呢。欧阳彻跟我情同手足，你觉得我的好朋友可能到我的家里面来杀我的客人吗？你怀疑谁都不能怀疑他，除非你连我都怀疑。对了，清水秘书长是不是也去了你的派对啊？是，怎么了？他最近有点玩物丧志，对工作极不负责。帝国把那么重要的东西交给他，在他心里都不如一幅字画来的重要。是吗？他那天好像有什么事儿，提前走了。谢谢。你先去那边。东少好眼力，一眼就相中了百乐门的头牌交际花琉璃子小姐。不过今天运气不太好，让我们欧阳警长截了胡。行了吧，我天天去百乐门，他是琉璃子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这也怪不得东少，东少刚来上海不久，不晓得这当中的奥妙。琉璃子小姐年纪虽轻，可在百乐门中的辈分可高着呢。自打老板娘玲姐接手之后啊，
那可是天天带在身边的红人，不是一般人能见得到的。你是说我是？怎么样，上古大佐？我的口供还合你的心意吗？我好像对纳兰君的私生活比口供更感。绝不是逢场作戏那么简单。是吗？对了，你是第一个发现董老爷、董太太被反锁在房间的。我想要用的人，还没有用不上的。如果他不来，一定会非常非常后悔的。
的刺刀架在你脖子上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凭什么了。陶市长，您息怒。欧阳警长在这次事件中也受到了袭击，所以情绪还不稳定，请您多见谅。见谅？见什么谅都没有用了。现在保命最要紧，你知道吗？啊！市长，请放心，我们警署是不会让您为难的。你别怪老师胆小怕事。经历了128那暗无天日的1个月，我的脊椎都已经被冻死了，我的腰啊，直不起来了。租界警察署警长欧阳彻，是署长叫我去董家庄园的派对维持秩序的。如果你们质疑我们是凶手的话，那就中了别人的圈套。领事大人试想一下，我们怎么会在自己的地盘里面杀人放火？这可是跳进黄浦江也洗不清的嫌疑。那你说凶手是谁呀？目前还不知道，但我们一定会查，这是我们警察的职责。这不会是拖延时间放走凶手的借口吧？总领事大人，你们在上海时间待长了，入乡随俗，把这儿当成自己家了吧？可这不是日本，这是中国。你们在你们的租界肆意妄为，我们已经无权再管。可这是上海滩，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，就是我们中国人说了算。这里出了凶手，我们自然会捉拿他归案，何来把他放跑的问题？哼，领事大人。你们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叫先礼后兵吗？我就给你15天的时间，要是15天还揪不出凶手，我就会认定这是你们政府在幕后操纵，而以军事制裁的手段来处理这件事情。我真是想不明白，一个朝不保夕的国家，居然还有闲情逸致玩这些小歪的。希望你们的命令不要像这只莲狐一样，再拾起来也是无用的。警长，难道我们真的要帮小日本调查花田被杀案吗？我说了，这是我们的职责。可是警长，查到凶手之后呢？难道你要交给日本人？那不是你该管的事情，还是想想怎么把案件查清楚。受害者没有一个活口，当事人也没有一个见过凶手正脸的，包括你我。尸首不在我们手上，我们目前对这个案子是毫无头绪。对不起，警长，当时的情况实在太混乱了。混乱？上峰根本不会听这个，他们会觉得你不想去细究，他们不相信从爆炸开始到上吉普车这1个钟头里，凶手就没有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。警长，不然我再去一趟董家花园看看。好，你去吧。
你这一下午站在这里吹风，都不跟大家一起玩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琉璃子，你呢？欧阳彻。你住在哪儿？既然这里不好玩，要不我送你回去？好啊，我住在……啊，不好意思，琉璃子小姐，把你请到这里来，但是我有急事要回去处理，先走吧，实在是非常抱歉。那要不我跟你一块儿走吧？啊，不用了，你喜欢无拘无束、自由的环境，这里适合你。明美、丽夏都在这儿，他们陪你一起等到派对结束，再回百乐门，好不好？下次请你到我家里，咱们再好好聊聊。好，那再见。嗨。百乐门。我住在那儿，你以后可以来找我啊。你住在那儿？怎么可能啊！像你这么清澈如水的女孩子，怎么可能住在鱼龙混杂的百乐门夜总会？你该不会是在琉璃宫门口卖火柴的女孩子吧？我不卖火柴，我在那儿表演歌舞和弹琴。那儿的老板娘林姐就像我母亲一样照顾我很多年了，能为她工作，我觉得很感恩。那你父母呢？住在哪儿？他们很早就去世了，我是孤儿。那个日本人呢？清水先生啊，他是我的朋友，他是日本人，但是很懂中国文化和艺术，时常来百乐门看我表演。下次你有空的话，也可以来看我啊。好啊，来。今天真的要谢谢你，你的一句话好像有魔力似的，令我顿时心情开朗了许多，好像很久以前就认识你。如果真的能像你所说的，时间能停在当下，我们……我说什么了？申公大佐，我有一个疑问：既然上海存在着抗日势力，为什么我们的人不能够进入到其他租界去抓人？这个问题我请示过宫下总领事，大人的意思是，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要严格控制在虹口区的租界范围内。这是为什么？128之后，停战协定对我方的军控布置也有所限制。如果国民政府不主动违反条令的话，那我们的部队就很难开进吴淞口。如果是这样，抗日势力在其他租界活动，我们岂不是束手无策？千叶博士，这事辛苦您了。我不辛苦，这些尸体才辛苦。大佐，你猜，他们要告诉我什么？这方面，博士您是权威，深谷恭听你的教诲。退一步做什么？很怕我吗？对不起。花田少佐的士兵全部死在了董家楼房，
有70%是触电射的，有30%是被人踢断喉咙处的脊椎窒息而死的。我们在现场找不到任何指纹，连墙上的鞋印都拓不到完整的，而且他们事先还改了客楼的水流电路，可见是一个有组织的武装小组。这些尸体告诉我们的信息：花田少佐的致命伤是左脑中枪，想不到吧？他被割下的舌头也好，心口插的铁锥也罢，看来都只是凶手故弄玄虚。从尸斑的情况来看，他的伤口是在死亡之后2-3个小时才做出来的。里面有一份枪械鉴定报告。我检查子弹，发现枪械改装过，手枪也好，狙击枪也好，改装过的枪械，口径偏小，杀伤力比较强。这个改装枪械的人，倒可以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所用。谢谢博士提醒，我会留意的。我说的都很清楚了，回去吧。请，老爷。好，知道了。纳兰君也在。是深谷大佐来了，田福，怎么大佐来了也不同传？我们没有出营，真是失礼啊！是。不要责怪管家，是我的意思。各位脸色都不太好看呢。怎么？是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好，刚才我们正说起那天的事。花田少佐真是可惜，我们没有照顾到他的安全，我也有责任。不知道大佐这次来是想再问些什么吗？我想麻烦董老爷给我一份贵府的平面建筑图，研究一下凶手的行动路线，不知道方不方便？方便。田福，去库房里把那份建筑图拿给大佐。是，老爷。大佐，请坐。这位小姐是？我来介绍，余夏，刚从国外回来的，我女朋友。我很好奇，于小姐是怎么收服这位花心大少的？我想，有多少爱就有多少包容。再说，东总是在最恰当的时候浪子回头。老爷，图纸拿来了。还有什么能够提供帮助的？大佐，请别客气。董老爷已经帮助我很多了，我还有事，就不打扰。大佐。留步。请。大佐有什么事儿，直接问我好了。董家的事儿啊，我记得是一清二楚。对了，你把那个叫小顾和阿木的叫来，有几个问题我想问问他们两个。大佐，这会儿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，没法向他们传达呀。真的，他们已经离开董家了。花田少佐出事那天，董家乱作一团，这两个小子趁火打劫，偷了庄园的东西拿出去卖，没几天就被同屋的下人发现了，已经被老爷开除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损失严重吗？
倒不严重，就是偷了太太的几件首饰。偷一次东西就拿了仅仅几件首饰，管家，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那天老爷和太太被表少爷救出去的时候，太太就落下几件首饰。好吧，管家，不用紧张，我只是例行公事来问一下。好，不用送了。啊，走好啊。哎，我说胖子，你那无线电耳麦能不能再改进一下啊？啊，噪声又大，芯片容易脱落，你是不是故意在给我们行动造成负担了？啊，谁有功夫负担你呀？我那个无线电呢，现在还在调试阶段，等好了我通知你。说来说去总是那么一句啊，对，还有你那个这是什么大威力手枪啊？是。穿透力是强了，可后坐力也大了。我那天执行任务的时候，开枪打小日本心脏，啪一下没打好，打人嘴里去了。什么玩意儿啊，这是！是这把不？我跟你讲，这把枪是美国人发明的，1925年的时候发明的，后来呢就交给比利时人开发。就这把枪的杀伤力跟密度，不是我吹牛。再过个5年8年的，比利时人研究不出来。是，知道您是爱迪生转世，可是精益可以再求精嘛。老板，给点研发经费呗。哎，别给我提钱啊！提钱我可真生气。那天行动的时候，我车停在董家庄园后院的犄角旮旯里，我还怕人发现，还特意拿块布给遮上。哎，结果不知道哪个混蛋故意整我，把我车给弄个稀巴烂，害得老板让我赔2个月工资折车钱。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要换我呀，砸完你的车，还在这坐着等你来打你。嘿，俩瘦子欺负一胖子是吧？东可能不来了。哎，那他干什么去了？查山觅人，武装侨民计划。对，这事儿啊，说起来我就大气。我们上次计划的好好的，把花田一步一步逼到绝境，然后逼着他把武装侨民计划交出来，结果到最后呢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把花田给杀了。现在我们面临着2大很严峻的问题。第一，这个武装计划我们上哪弄去？第二，程咬金是谁？一个女人。哎，你们说在上海滩，一个女人赤手
不是个女的都能自己去吗？而且这个女的呀，她身材很好，而且她长得也不错，而且……行了，胖子，记得帮我把围棋抽好啊。哎，胡叔，这开会了，你干嘛去？睡觉去。睡觉？老大都不在，还开什么会呀？未经过本大小姐允许，偷偷进入我房间，跟你很熟啊？我是来给你们家猫头鹰喂食的。你看，这是它最喜欢吃那个田鼠。不是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说吧，有什么事找我帮忙？还是我们家于大小姐最了解我。今天晚上咱们去一趟百乐门。铁山中佐，有什么事不能在外面说呀？大佐，我得到消息，有抗日分子要进入到英租界，和上海抗日组织成员见面。消息确切吗？千真万确。依大佐看，要不要我们派人到英租界去调查？等我先问过英租界工部局，得到他们的许可，并在他们的紧密监督下，我们才可以进入英租界。以我们如今的实力，何必这样惧怕英国人呢？不是惧怕，只是不想惹更多的麻烦而已。小姐，那天泳池那阵仗还真是吓人呢，明美和丽香到现在头还晕呢。也不知道是谁干的，幸好大家都没怎么受伤。谁说没有人受伤啊？我腿上的淤青到现在都还没好呢。啊，我们可没有小姐你幸运，有护花使者护驾，当然是毫发无损啦。我哪有什么护花使者啊？那位欧阳警长怎么没有护花啊？当时要不是他救你，你早就掉进泳池子里了。我看呐，他是对你特别关心，才会在那么危难的时候奋不顾身的跑出来救你。真的？看在他一表人才、英俊潇洒的份上，小姐你干脆明天去警察局以身相许给他算了。讨厌，胡说八道什么呀？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胡说八道！我知道错了，知道了吗？你要把我的脸撕坏了，我还怎么给你打洗脸水呀？那你快去吧，快去快去快去！琉璃子小姐在吗？我是欧阳哲。小姐，不好了，说曹操就到了。谁呀？欧阳警长来了。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半夜3更你就不请自来，我们家小姐都睡觉了。哦，我刚从警署下班，要不我先走了，改天再来。打扰了。走了？等，走了吧，走了吧。啊，等等，我穿着睡衣。哦，你有什么事儿找我啊？没有。有。我听说您很喜欢看书，我也很喜欢。所以这本郁达夫的《沉沦》，送给你。谢谢。啊，不客气。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没有了。
先看嘛，我先看，快点，让我看，最后一页，看最后一页写的是什么？哎呦，祖国呀，祖国，我的死是你害我的，你快富起来，强起来吧，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。我看看。琉璃子，我很喜欢你，我们交往吧，撤。我看。走了。兄弟，哎，阳春面好嘞！您慢用，好，小心烫。天暖了，可以养些和平鸽。那得先种几棵橄榄树啊！你按照组织的安排，今晚见见这个远近闻名的浪荡公子，是否经得住考验？是不是能用信仰和力量证明，他不是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玩世不恭？还有，是不是有机智的才能和过人的能量？好，他在哪里？我们事先约定好的地方是英租界的百乐门，暗号是火玫瑰。好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告诉你，就是组织已经查出了日本武装租界侨民计划的具体藏匿地点，就在清水家。如果这个计划得以顺利实施的话，日本人将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张他们在华的武装势力。那快走啊！日本人来了，快走啊！行了，那你呢？别说了，快走，保重。这不。我好像还看到有一个人在这吃面，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？哎，太君，那是刚在我这吃面的一个过路客，这不，我正洗他碗呢。大佐，告辞。大佐，就这样放走他？看在他是纳兰东的知交，先不与他计较。况且，共党这帮乌合之众，怎么可能出这样的英杰人物？他们要是能装得这么若无其事，连我的眼睛都能瞒过的话，那他们也不会像老鼠一样满街逃窜了，对吗？嗨。看来，情侣搭配就是不一样。跟了。高桥中佐有林奈小姐相伴，才是大旺特旺的征兆。
公租界里谁不知道，林奈小姐是日本国最淡雅、最美的一枝樱花。我们赌桌上讲究的，不就是这种清风云淡、不为所动的潇洒吗？高桥中佐何其有幸能够配上一个这样的佳人。来，发牌了。清水世家的高雅脱俗已经闻名东京。林奈小姐和你的哥哥清水秘书长真是名不虚传。今天能让我亲眼目睹到日本国的优雅风度。高桥中佐，羡慕死我了。我也觉得很般配。高桥君，你要是哪天有了好消息，一定得通知我们，到时候我们两家一起办婚礼，是不是东？就是。拍个合了吧？哎，大小鬼！最近清水秘书长好像有艳遇啊。大丸君怎么知道？哦，上次圣武大佐魏中说起来。他说什么了？也没说什么，就说清水秘书长最近和一个中国女子出双入对，要陷害你。我天天和清水秘书长一起坐办公室。纳兰君，我倒觉得深谷大佐对你很有好感，他是故意找话题跟你聊天吧？我们日本国的军官都被你们这些中国的绅士小姐给迷住了吧？我怎么就不这么觉得呢？深谷大佐怎么可能看得上我？倒是清水秘书长有些玩物丧志，军部对他不太满意吧？哦，连这个你都知道？你还说不是跟大佐一起过从甚密？哥哥只不过是跟交际花逢场作戏罢了，这算什么玩物丧志？男人不都一样吗？难道纳兰君你就能例外吗？刺激！今天的牌玩得很大呀，牌面上你们都是同花顺的面儿。不过，高桥中佐，你想要的那个红桃 K， 它在我手里。牌面上已经出现了3个吧，我就不相信高桥中佐的运气会那么好，最后一张红桃8会在你的手上，我还真就不信了。想看我的底牌，你下多大的注？哎，高桥中佐，你的牌面最大，你说了算。纳兰君如果底牌里扣了一张黑桃皇后的话，那可比我大多了。不跟了。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兵不厌诈，这游戏玩的就是气魄和胆量，吓就被吓怕了，算什么英雄豪杰？有道理，跟了。纳兰君，好运终于轮到了我的头上，看来林奈小姐真是鸿运当头啊！可惜你的诈术诈不倒我。东，东，你好棒！对不起啊，各位，今天晚上运气比较好。好了，不玩了，我们一块儿去琉璃宫坐一坐吧。纳兰公子初到上海，上海的夜色那么美，我们一起去见识见识吧。啊，好，高桥中佐，一块儿去吧。好，愿意奉陪。我也要去，看看让你们男人流连忘返的琉璃宫舞场，到底是个什么群魔乱舞的样子。走吧。中佐，林奈这算考验你的别人的时候。好啊。东，
快12点了，咱们回家吧。我叫人先送你回去吧。不要，你肯定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。什么日子？今天是我们认识整整10周年的日子，3月17号，我永远不会忘。你忘了都10次了。哎呀，怪我，该罚。不过我今晚真的有事儿，明天晚上法俗进入，烛光晚餐，单独给你庆祝，怎么样？不行，今天是今天，明天是明天，今天庆祝才有意义，明天顶多算是迟来的抱歉。再说了，你跟他们喝酒有什么意思啊？不就夜夜笙歌、花天酒地吗？我不答应。乖了，不许闹，今天晚上真的有事儿。纳兰东，不许再骗我，从小被你欺负到大，今天是我最后一次相信你。走了。纳兰君，我们过去坐。生命充满在这一场枪林弹雨，感受着生与死的意义，雨的诡异。沉默是我唯一对抗的武器，让心跳狙击我的呼吸。黑白天地，捕捉了眼神绝不会泄密，探索地图上方的消息。乱世如谜，躲不过风暴就孤身闯天地，不论结果是悲还是喜。不论推让我的天，推让我的天地，四面八方风雨来袭，直读一场生命传奇。就算窒息，我也无所畏惧。不论推让我的天，推让我的天地，四面八方风雨来袭，天命之争停在哪里？来一场最公平的战役。不论推让我的天，推让我的天地，四面八方风雨来袭，直读一场生命传奇。就算窒息，我也无所畏惧。不论推让我的天，推让我的天地，四面八方风雨来袭，天命之争停在哪里？来一场最公平的战役。今天我们来的真是太巧了，正好赶上琉璃子小姐激情热舞的表演。纳兰公子啊，我们今天的艳福不浅呐，我真是太开心了。估计我们又是沾了纳兰君的光吧。要说艳福啊，谁比得上她？黑桃皇后。纳兰君，坐。来。好，纳兰少爷，纳兰少爷，欢迎欢迎。难怪我们琉璃宫今晚蓬荜生辉呢，果然是有贵客驾临啊。玲姐，咱们都是老朋友了，不用那么客气。来，纳兰少爷，喝一杯，来。从今往后，你要好好招待纳兰君，他可是刚踏进门，一眼就被你们的头牌交际花迷到三魂，不见了七魄呀。
玲姐，你看怎么办呢？琉璃子谁能不爱呀？东少好眼光，赶巧了，这丫头1个月也就上场1次，要不待会儿让她陪东少跳个舞？不用了，舞就不跳了。东少，您今晚来这儿不想跳舞？今天不跳。这样吧，老板娘，今天把你们这的酒都拿出来，所有客人的酒我来请，让大家玩得尽兴。哎呀，东少果然是出手不凡呐！来，喝，来，干一杯，干杯！兄弟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你不是不来的吗？以前是你告诉我要少来这种地方的啊！你看这多好啊，咱俩以后一块独楼。哎呀，拉倒吧，我才不和你扯在一起，才不和你同流合污。哎，你说你伤害了多少无辜少女，伤害了多少颗心，你自己都数不清。你来这里是醉生梦死，忘记自己的罪孽。我来这里是要拯救一个完美无瑕却陷于污泥的灵魂。看你这话说的，有那么伟大？那我还真是不了解。我原来以为你是一个大好人，但我没想到你还是一个圣人。哎，这就谁呀？哪个？快说说。不肯说是吧？行，我就说呀，男人在女人面前早晚得翻脸，这算哪门子兄弟？好了，不跟你玩了，我去玩我的了。跳挺好啊，来跳一个。你是谁呀？看表演到一边坐着去。哈哈，小妞还挺横，不知道有谁啊？今天让人领教领教。哎呦，东少，琉璃子她还小，哎呦，你干什么？性格够辣，不过我喜欢，因为我喜欢，所以我送你份礼物吧。收了我的礼物，就是我的人了。混蛋！哎呀，哎呀，你怎么能打人呢？都怎么了？干嘛？我纳兰诺还没有被女人打过，你是不活你？哎，纳兰少爷，干什么你？这丫头被我宠坏了。我告诉你，你来，这人是谁啊？啊，你干嘛跟这种人在一起啊？你别不识抬举，我告诉你，你等着我怎么收拾你！来呀，谁是抬举？别胡闹，谁呀？你等着！既然魔术表演完了，那咱们继续跳舞。丫头们赶紧的，继续喝酒啊 ！Music！ 你干什么呀你？哎呀，坐。您慢走，慢走啊！哟，大佐，欢迎欢迎。您这是？听说有抗日分子混进这一带，每家正在营业的店铺都要排查一遍。你们要配合。大佐啊，我们这儿您知道的，来这儿的都是达官显贵，哪里会有什么抗日分子啊？您这样荷枪实弹的，着实会吓到客人的。敢违抗日本军人执行公务，你不想活了是吧？不敢。
童经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衣服也不穿，成何体统？有个男人混进来，把我打晕，还抢了我的衣服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他长什么样子？跟我差不多高，留着一头深棕色的头发。是，大佐，大佐。哪个是混进来的？我想你看一眼就应该清楚吧。我陪你走。不行了，你赶快脱身吧。刚才我没来得及把情报告诉曲凤，现在交给你。武装剿灭计划就在日莲馆秘书长清水安的家里，务必要拿到手，不要让他们的计划得逞，扩张他们在华的武装实力，侵略中华。知道，别说，快走吧。我已经不行了，帮我，别把我留给什么日本。我能陪你走啊。送围城吧，围剿。你说什么呀？没时间了，看清我，看清我，求你，看清了。东，你干什么？谁杀了舒那个人，他突然冲进来要挟持我，是他把他杀了，来救我。纳兰君，你没受伤吧？我没事，师傅你去休息。杀了这个抗日分子，你应记一功，谢谢你。应该的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赶紧把这个尸体给抬出去。